孩子不是想要腰細一些吗？你练背的话，把肩背练宽一些之后，屁股练大一点，练翘一点，不就显得你的腰细了吗？其實腰吧很难練细的，你从哪聽说過会把一塊肌肉給練小，对吧？謝謝關注，記住你 ID 了，明天再来好，你別明天又換個 ID 過來問我記不記得你，那不胡鬧嗎？為什麼臀下垂不練？為什麼臀下垂不練下垂？你如果是臀下垂是鬆鬆垮垮的，那這個時候你要練一下。如果是因為你臀下臀的肌肉太多了導致下垂，那就不要練了，懂嗎？如果是下臀鬆鬆垮垮的顯得下垂，這個可以稍微練一下，但不用刻意的去練。我個人認為你看一下，無論是你下胸下垂還是你的臀，无論是你的下臀下垂還是你的臀鬆垮垮的，你把上臀練緊致之後，它不就会把你的下臀給提上去了吗？对吧？謝謝毛毛虫送的大啤酒，是吧？我說的有模有道理。做一組這個，再做一組這個本人下拉的，但是從側着拉的。今天给背練好了，真的。可能前幾天休息了一下，再加上喝那個最近一段時間喝那個肌酸，效果起来了。謝谢主播，不客氣。這還說啥客氣啥？博主給你了，我微信是不用了嗎？我用啊。哦，不用，我的微信送給別人了，因為他们很多人來找我要微信，我把我微信給他們了。我把微信給他們了，我就沒得用了。歡迎強哥愛吃饅頭。30公斤的有點輕了，40公斤有點重了，35剛好，簡直完美。這個動作只有老粉會見我經常做，之前在康城的時候，但是我一做你們就知道是哪個動作了，哪個器材。之前很喜歡練這個動作，甚至一直把這個動作當我每次練背的必練動作。謝謝關注。OK， 上好重量的，一邊35公斤。从这边再给你们看一看，欣賞一下今天的小帥身材。现在感觉我的背大得很充血，充到爆炸。OK， 準備開始，大帥身材，謝謝，謝謝。帥就帥，你說我大帥什麼意思？互聯網上這樣子誇人會要人命的，你知道嗎？你這樣跟捧殺有什麼區別？以後把我捧起來了，怎麼辦？哎呦！來，上個固定。來，但是這個動作它會磨得我的那個手腕疼。看我的鯊魚，看這裡。27也飞进啊！我这一气我要买10桶水。我
一个来有再回话，又那啥新人，不是看你有新人不是？那就是我扫人，今天扫人他没有充，就买那个1包新人，然后咱不用你进入啥，咱不用你做饭了。做这俺我那地址帮我做饭呀。就是做饭，我都是为了做饭。做饭，咱不是吃菜，那个健身机可能没法做，我这样，开个短餐嘛，对他好一点，可以。好多吃这个，我东北都比较好。你一会儿也练背，行，我这会儿现场给你讲一下，你待会儿练背怎么练。你今天你按照我给你讲的，练完之后你去体验一下，很简单。就是你如果是新手的话，你做那种带辅助器械的坐位引体下拉，对，坐位引体下拉，这个动作呢，你可以自己调节重量。对，如果不是新手的话，那我说啥我就没必要教了。说不是新手的话，你就直接照搬我的训练计划就行了，对吧？先做坐位引体下拉，然后动作呢，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最大重量是多少，每一个重量只做一个。如果感觉轻不错，做2个，对吧？就只做2个，一直往上加。什么时候加到你这个一个动作做不了了，很吃力了 ，OK 停。那这就是你的最大重量，你可以把这个重量给记着，下次再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心里清楚很多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当你做到你的最大重量之後，肌肉已經刺激開了，已經刺激好了，它已經很燙了。然後把重量往下降，降到1/4，或者是降1/2都行。你哪怕直接降1/2，你信我的，你就直接降1/2吧。降1/2的重量做組，每一組做多少個？15個。把你最大重量往下降，降到15個。如果你感覺後面做不動了，你的斜方肌再帶長了，再往下降重量，哪怕是你當時直接停不做了，都可以，只要動作是做標準的，沒關係，慢慢來。只要你感覺這個動作做的吃力了，做不動了，要帶長，身子開始扭了，不做了，直接休息。對。然後最大重量做完之後，你不是讓你降了1/2的重量去做組嗎？4組，頂多4組，4組做多一個都不要做。對。一般對於新手來說，你這個時候做到這兒已經快可以結束了。然後剩下的就是你隨便再做一做別的，有這個旁邊那個大剪刀的話也可以，那個大剪刀是個不錯的動作，但是新手比較難掌握，因為那個大剪刀的話，新手做肩前束2頭容易帶長，所以你如果要做的話也可以，但是盡量不要上太大重量，體會發力比盲目上重量要好太多。基本上你按照我說的做，第一個動作你大重量做完，然後將1/2的重量去做組，做完4組，這個時候對新手來說訓練強度已經 OK 了，就是你的背該充血的充血，該疼的也疼了。你像我不就也是嗎？我做完引體之後，做這個大剪刀，我就已經快結束了，我現在就屬於在收穩，我現在就已經在收穩了。你如果想加快你的進度的話，你可以再來一個半個小時的爬樓機。新手的話就不爬樓，新手的話爬坡。遵循一貫的原則，我今天練哪個動作，練哪個肌肉，我就先拿大重量刺激它，刺激完再去做組，這樣堅持一段時間。當你的肌肉量堆起來之後，你會發現這個動作，它一充血，你的那塊肌肉的發力感特別明顯。對，要有合適的重量去刺激。我看了很多健身的博主啊，還有那些健身教練，很少有會去教這個的。因為這個是我規規矩矩從他們那個龍舟隊學來的，他們龍舟隊都是各個省隊、市青隊下來的，他們的訓練計劃肯定的，他們就是練背的，他們的訓練計劃肯定以背為主。龍舟隊運動員，健將1級，
对吧？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么多。哎呦，謝謝關注，謝謝分享直播，謝謝。當然了，訓練計劃給你了，你還是要嚴格要求自己呀，就是強度還有你的休息、組間間歇都控制好。你如果這個組間間歇控制不好的話，效果會大打折扣。如果能有個搭子給你一起練的話更好，你像2個人一起聊聊天，互相促進一下，開個玩笑，互相攀比一下，比一比，是吧？會練得更有意思一些，訓練效果會突飛猛進。一個人練的話，累的時候是會發呆的，一發呆時間就過去了，就是你的肌肉會迅速的變涼，會這個時候再練，一是有受傷的風險，二是訓練狀態大打折扣。你像我如果不開直播的話，我練着練着，我待會兒就要打哈欠了。搭子不好找，發個小紅書，發個抖音，帶個位置，遞個健身搭子，這不就來了嗎？是吧？說不定建模不錯的，還能順便把對象都給找了，一舉2得3得4得。不行，我真是太聰明了，我真是人才！天哪！啊，有的人该說了，那为什麼我不去找健身搭子呢？你們都是我的健身搭子呀，是吧？有時候人多了，我這網上100來個健身搭子，如果他們全來店裡，那不瘋了，這健身房占滿了呀。再做一組。